局地航平见吴柏林表情震惊，便如实道：回真人，确实就是这么远，而且这中间不是一马平川的冰盖，还有大量冰山、丘陵，咱们绕行的行驶速度会大大降低，就算雪地车一刻不停地行驶，整个过程都需要至少8天之久。8天，吴柏林忍不住质问，直线距离不是只有1300多公里吗？为什么不直接飞过去？局地航平赶紧给他解释，回禀真人，这1300多公里的距离中，有1000公里左右都在海上，这也就意味着直升机中途没有任何可以停靠加油的地方，即便挂上副油箱，也根本飞不了这么远。吴柏林问他，这意思除了绕行没别的办法？局地航平想了想，说没什么其他好办法了。吴柏林又问，船呢？如果让船起航呢？把直升机停到船上去，把船开到靠近他们的海域，再转乘直升机过去。局地航平摇摇头，真人不是不希望日本国内知道船的具体情况吗？船如果动了，他们就知道我们在撒谎，这种行为等同叛国，说不定会派军队过来评判。吴柏林说，我不是能把定位系统全关闭吗？定位系统关闭之后，他们怎么能发现船动了？局地航平指了指头顶，说，间谍卫星和商用摄像卫星每天都会从我们头顶过啊，他们有基本固定的运行轨道，会对地面进行拍照，在系统内与之前的照片进行自动比对，这样就能轻易发现哪些物体出现了移动。吴柏林骂道，你他妈当我是傻子？现在不是极夜吗？卫星能拍到什么？局地航平委屈地说，虽然是极夜，但有极光，能见度也不算太差，而且卫星的分辨率以及光感度比人眼要高得多，人眼看不见的，摄像头还可以看见，而且最关键的是，咱们的科考船体积很大，即便是晚上，在卫星上也能看到。车辆和直升机这种体积很小的物体就相对安全多了。吴柏林气得跳脚，这他妈就太棘手了，他就算自负，也不敢跟一个主权国家对抗。要真是被日本发现这帮科考队员似乎叛国了，真派军队过来，自己就算能跑掉，这寻找飞升之门的事情也要搁浅，而且还有可能被日本人发现自己对那些科考队员使用的心理暗示。如此一来，想去美国的科考站，恐怕就只能走陆路了。去8天，回8天，这就是16天。吴柏林欲哭无泪，但是他也很清楚，以目前日本科考队的能力，想在这个冬天完成对整个南极洲的勘探，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如果把人数众多、物资与装备众多的美国麦克默多站拿下的话，那就完全不一样了，整个搜寻速度至少提升3-4倍。这么一想，路上耽误16天，倒也不算什么大问题，只当是必要投资了。想清楚这一点，他便立刻对局地航平说，用最快的时间准备，我们要出发去那个美国科考站开疆拓土了。局地航平恭敬道，好的真人，属下遵命。当叶晨回到北欧科考站的时候，李亚林已经通过 AI 完成了对捕捉音频的深度处理，自然噪音、设备噪音全被 AI 算法一点点的剥离，将吴柏林与局地航平的对话清晰地还原出来。意识到吴柏林将有重大动作，他便立刻将经过处理的音视频发给了叶晨。叶晨与林婉儿、云如歌、宋如玉一起看完了这段视频，4人的表情都有些震惊。叶晨喃喃道，这个破青会长老有点孤注一掷了，他如果把美国麦克默多站的200多号人都收归己用，就算一时不被美日本土的主管部门发现，可是他们大规模搜寻势必会造成巨量的燃料缺口，设备折旧磨损，等夏天来临，更多科考队员和游客抵达的时候，这个秘密也根本不可能藏得住。到那个时候，两国的主管部门都会诧异，比如为什么一个冬天无端没了几千吨燃油，为什么那些车辆的里程表会增加一个天文数字，就算他们能对里程表进行调整，但履带、轮胎、发动机、变速箱、
传动轴等等损耗部件，是无法隐藏的。车辆频繁使用，也会让他们的零配件储备库存快速消耗，这些都会让本国主管部门发现异常，到时候必然会启动大规模调查。林婉儿赞同地说，公子说得对，灵气可以抹去记忆的痕迹，但抹不掉自然物理的痕迹，这位长老自己心里应该也很清楚，所以依奴家猜测，他是打算在这个冬季孤注一掷，无论成与不成，以后恐怕都不会再踏足这里了。宋如玉有些担忧地说道，他们在这个季节这么大规模的行动，势必会造成物资短缺，就算美国麦克默多站的物资储备量很大，也绝对扛不住这么频繁的搜寻，所以他们在不久的将来肯定还会对其他科考站下手，会不会找到我们这里来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叶晨神色凝重地说，眼下情况就有些太过被动了，我们不能贸然出去用极光与那神秘事物交流，留在这里也有一定风险，就算现在想离开南极洲也是痴人说梦，如果真让他们这么大规模的搜索下去，发现我们也不稀奇，那我们只能祈祷不要被这位长老发现。说到这里，叶晨有些懊恼地说道，早知道能在这里遇到他，我来时就想办法带几门近防炮了。我们掌握了他的面部以及外貌特征，用近防炮搭配雷达和 AI 算法锁定，在南极洲某个位置设法埋伏他一波，说不定就能把他永远的留在这里了。宋如玉激动地问，叶先生，现在近防炮还能送进来吗？叶晨摇摇头，现在肯定没戏了，等能送进来的时候也来不及了。好吧，宋如玉多少有些悻悻，感叹道，要是能干掉破青会一位长老，肯定会给吴飞燕一个巨大的打击。叶晨赞同地点了点头，笑道，可惜这次机会是把握不住了。林婉儿沉默片刻，对叶晨说，公子，奴家有一个想法。叶晨笑道，林小姐快请说。林婉儿道，如果我们能向日本文部科学省传递消息，让他们知道日本科考队正在背着文部科学省执行某种秘密行动，文部科学省一定会假设他们已经叛国，也必将极度重视，但他们鞭长莫及，唯一的破冰船还困在这里，所以一定会请军方帮助。以日美之间的合作关系，他们大概率会把这个情况同步给美利坚，甚至请求美利坚军方帮忙。一旦美日军队登陆南极洲，不但能破掉他在日本科考站苦心经营的根基，还将杜绝他控制美利坚科考站的想法。到时候两国同时开展军事行动，他恐怕就会如丧家之犬，在南极洲失去落脚之地。叶晨有些惊喜地点点头，说，林小姐的主意很好，不过我只有一个担忧。林婉儿道，公子请说。叶晨感叹，我担忧的是，这长老若成了丧家之犬，在茫茫南极洲必定要重新找一个栖身之所，万一他找到我们这里，或者经过我们这里，那就真的尴尬了。林婉儿点头说，这个风险确实有，但奴家以为并不算大。我们离日本科考站只有200-300公里的距离，如果他要躲避日美军方的搜索，势必会逃得远一些，大概率不会选择这里。这倒也是，叶晨觉得林婉儿还真是胆大心细，他的办法很好，按他的计策来，这位原本想开疆拓土的长老，很可能会后院起火失去大本营。那现在的问题，就是如何才能让日本文部科学省自然而然地发现问题了。